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20号星期五，一周过得很快。今天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，但是今天要很轻松跑，因为昨天的训练4分15配速的半马，不慢的，而且是在跑完比赛和强度课的状态下。今天跑了3公里了，可能最多跑10几公里吧。这2天睡眠恢复的特别好，就赛后那一天晚上，睡眠是很难特别好的。我那天晚上就睡着了3个多小时，然后之后这几天就会老睡不醒。正常，现在有小伙伴说，比赛中想吃咖啡因的能量胶，担心晚上睡不好。您那比赛就一场，兄弟，是不是？睡不好也就那一晚。因为这个比赛之前付出这么多了，赛后那一晚不那么重要，您说呢？今天就聊聊比赛吧，很快就是比赛了，就是下个周末，不是后天那个周末，下个周末就是北京马拉松了，对吧？同一时间，全国各地有好多马拉松，因为10月底、11月初，大部分地区都是跑马拉松的黄金时间。一会儿咱们聊聊，开始这个话题。这段时间多跟大家分享我之前马拉松的经历、经验、教训，好吗？那一会儿咱再聊，加油干！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这个喷泉正中间这石头上边那个大鸟，我不知道叫什么。那边应该更好看，因为那边日出是红的。我走2步啊，大家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哈，又跟来一刚才为了拍鸟，跟那儿站了2分多钟，我也没听表。我都没发现，我看有人对着那儿拍照。我说今天的朝阳一般呀，一看有只鸟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。咱们就着北京马拉松说，因为其实我报名过一次成都，那时候都是能直通的成绩，但是没去成。然后其他的比赛参加的真的挺少的。上海跑过1次，厦门跑过1次，无锡跑过1次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北京呢，我跑过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和2022年。2018年的时候，因为要去，就那一年挺忙的，那一年跑了伦敦，跑了柏林，主要是柏林的时间跟北京太近了。北京就没跑。2019年是跑纽约，所以北京也没跑。之后2020年，对吧？再跑就是2022年了。2022年的名额也是2021年顺延下来的。跑了4次。前3次的成绩都非常不好，第1次是4小时29分47秒，第2次是3小时59分42秒，好像是42秒，第3次是4小时02分。第3次为什么没有第2次跑得快呢？是因为2017年的那个秋天也是特别的忙碌，在北马之前的1周。是北京的铁人3项，那时候想挑战一下，参加了一个奥运的半程。参加完铁三第2周就是北京马拉松了。之后北京马拉松之后的2周后，就是要去参加芝加哥马拉松，所以那年所有的重点都在芝加哥上。芝加哥跑了3小时54，然后就是去年了，去年大家都知道的。
今天就说一个事儿，就是如果您是29号的比赛，全程马拉松，今天开始就要管住嘴了。这管住嘴不是减肥那种，就我还是认为赛前去叫什么碳水超载是有意义的。今天是周五，您可以从明天开始吧，从明天开始能不主动摄入粮食就不主动摄入了，不要一下戒断，慢慢来。我给您的建议是，如果你想特别狠，那就到下周2早晨开始，争取能完全戒断，就是主动摄入正式的碳水。你菜里有点糖什么的，避免不了。这个主动摄入就包括不主动吃米饭、面条、馒头了，面包，还有不吃土豆、红薯做的菜、南瓜这种。你勾芡呀，有点糖这种可以。然后周2、周3、周4 3天，周5早晨开始恢复。不要一下就吃特多，周5早晨一半恢复，中午正常，晚上就可以稍微多吃点了。我搁在前面。早啊！我要往那边那个坡那儿去跑一圈，一会儿见。周5晚上恢复到正常，甚至稍微多一点的水平。然后这个过程中啊，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少吃油。这个和那种所谓的生酮饮食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以减肥为目的的。你吃的越干净越好。包括回碳水，就是从周5开始，或者你实在受不了，从周4晚上开始也可以。也是尽量少吃油。这一周呢，别喝高度酒，你喝点啤酒问题不大，但是还是要适量少，因为啤酒主要也是糖在起作用。前3天就戒碳水，这几天还是别喝。然后从周5开始正常，也是肉菜就荤菜，或者说有油的菜吃的干净一些，少吃盐，吃的清淡一些。周6这一天怎么吃，这挺关键的。我觉得啊，分2种。如果您特年轻，比方说30岁以下，小伙子，消化得快。如果是那样的话呢，你一天都可以多吃。但是这个多吃呢，要极限一点，就是尽量把碳水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，70%、80%左右。晚上也可以多吃，因为你之前一直是正常饮食，就我们城市人口其实蛋白质摄入现在也可以了。你猛的这一天，你只吃粮食，你会觉得老特饿，因为消化的快，你就多吃就行了。如果呢，您到我这个年纪，我是大概从35岁之后，感觉消化变慢了。看前面有一只小猫，还挺胖。看它看着我 ，Hello。我是从35岁之后开始感觉消化不动了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您到周6的晚餐一定要少吃。就周6早饭和午饭，像刚才我说的一样，多吃碳水，能多吃就多吃。晚饭呢就是6分饱。您相信我，您别觉得带着一点儿就是那种没有太饱的感觉入睡不好，没事的。晚餐少吃。晚餐多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第2天早上起来不饿，然后消化还不好，就会造成你早上起来吃不进东西去，并且呢可能
也不助于赛前的排空。就算是您消化好的年轻人，周六的晚餐也不要吃到100%饱，或者说过饱，你就吃到90%，然后要早吃。你看国内的马拉松7点半起跑，对吧？前一天的晚餐4点就吃，吃完就早睡。所以这个饮食的时间，这半周最后那半周也要调整。之后到周日的早晨，比赛日的早晨就正常吃早饭，几乎以100%的碳水为主，不用吃副食。别吃鸡蛋，别吃牛奶，别吃任何产生气体的东西，豆制品什么的都不要吃，然后也别吃肉，没有用。可以适当增加一点花生酱，如果您没有花生过敏的话，或者是果酱。花生酱是比较优质的选择，它又能解决你的长期的饱腹感，然后还没有太大负担，也不会产生太多就是有问题的可能性。之后您就上赛场了。总结一下，就是周六、周日、周一、周二、周三、周四这几天，逐渐的把碳水控制到极低，让身体呢有一种就你觉得不高兴那种感觉。周五、周六恢复，周六晚餐少吃一点就行了。这样你的赛前的叫什么碳水超补的计划就完成了，而且效果会比较明显，也不会过分的增加体重。几个点就是少吃油，少吃盐，就不会过分增加体重。周五、周六2天多喝水，就使劲喝，这也是一个经验。这样呢，你到比赛日，你的身体状态就还可以，但是肯定是要比你正常训练周期的时候体重沉一点。所以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赛前最后1周就不要称体重了，称了只会给自己增加烦恼，你也不会有变化了。什么时候再称呢？赛后再称。比完赛回到家一上秤，哎呦，轻了好几斤，赶紧大吃2顿，对吧？第2天缓过来庆祝一下，结束。行，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几天吃，因为这个等不了了，差不多明天就得做起来。我原来都是提前2周，就是这个周的周一，就上个周一我就开始做起来了。行，那加油干，加油干！10月20号清晨6点50，星期五，训练结束，15公里，第3个训练日。今天轻松跑，因为前2天强度比较大，再加上上周末的比赛，15公里1小时21，平均配速5分27，平均心率132，功率183，步频192，还行，就是纯轻松跑，而且中间还停了大概有2分钟，拍那个鸟。其实就是比赛和训练轻松跑差距是巨大的。就像我跟大家分享，像半马跑到我这个成绩，15公里的时候大概就是55分多钟，55分30秒左右。如果是跑全程马拉松呢，那15公里的时候大概就是1小时多一点点，最好就是1小时左右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而且我也分享过，如果您15公里努力跑，可以跑到1个小时或者1小时以内，那您全程马拉松破3问题不大，是吧？这都是一些就是卡时间点的地方。这几天会跟大家继续分享马拉松比赛的事儿，包括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建设，行吧？那大家饮食的事儿就可以考虑做起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必须的。像老哥跟我说，他跑比赛之前就不做这个，就是跟平常一样，就看您自己怎么想。我觉得就是可以试一试，您试一试。如果您觉得
有效果，那就可以这么干；如果没效果呢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您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碳水，猛地一降，注意情绪，跟家人先沟通好，你说这两天可能心情不太好就行了。好吧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这一天努力调整，别受伤，别生病，好吗？那我们加油干，加油干，明儿见。明天咱们回评论。